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政春秋，我是马克，我是蓝树。我们这是新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转发。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稀土的问题。就是今天也就是11月7号，贝森特呢在这个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就是说那个在南卡州，我们已经生产出了25年来第一个稀土磁铁。南卡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新建的一个稀土磁铁加工厂。那么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是在美国呢，除了在这个不断的在这个加速这个稀土产能的这个扩建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呢也同时在加速这个稀土的这种提炼和制造。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稀土对于美国的这种造成的这种影响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弱了，对不对？贝森特的这个采访里面就是透露了大量的信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突围了，美国突围了，就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中共对全球稀土的控制，虽然说它产能上控制了70%，但更关键的，它是加工上，它控制了差不多90%，所以说，那么它如果在加工上控制了90%，它就意味着，即使你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你找到了这个稀土，你仍然要送到中国去加工。那么美国在南卡州的这个工厂，它重要就在于它是加工的，就是说你的稀土从全世界各地找到了以后，你比如说现在你可以从这个巴基斯坦找马来西亚找，澳大利亚找，对吧？其他的地方去找，日本也有，对吧？你找来了以后，我可以在美国就加工，这个东西很重要。我这个贝森特，所以贝森特是专门跑到那个南卡州的工厂去接受这个媒体采访啊，福克斯新闻在那采访的时候啊，那里面那个采访他透露了大量的信息。首先第一个，他说川普上任1月20号那一天，上任的第一天就发了一个总统行政令，就是专门针对稀土要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建设，对吧？那么而且呢，南卡州这个工厂几乎是美国现在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制造磁铁的工厂了，其他的工厂他说全部被这个中国给吃掉了，那么这剩下唯一的一个。完了以后，他们建厂因为这个有了美国总统的这个行政令，他们建厂非常快8个星期就拿到许可证，这个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另外呢，就是这个工厂这个公司叫做 EVAC 那么 EVAC 实际上是把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人从美国的工人送到哪里？送到德国去接受训练。就德国它还有这方面的这个加工厂，他在德国受训练完了以后回来，现在就制造。你看他当时很高兴，他说这是美国25年来制造的第一块磁铁，很薄，我看那个样子就像那个刀片，那个这个刮胡刀那个刀片那么大一小块很薄反正拿在手上就是说这个晶莹透亮，银色的银灰色的。他说这个你放在什么地方它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适应于不同的设备。你比如说手机、电脑还有这个风力发电机还有这个军事设备，对吧？等等他说各种各样的使用都可以。对。然后呢，他这个工厂，我看了一下我听了一下他那个采访里面讲，这工厂本身只有300人，工厂规模并不大，但是他这个采访里面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说这个工厂可以扩建6到10倍那么大，他已经把地都已经买下来了，就是他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就是6到10倍，先解决有的问题先有了可以有了，然后这套技术扩大规模嘛，然后呢，因为它只要有产品了以后，那肯定资金就会来嘛，对不对？第一个是美国国防部会投资，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很多这个民间的资本也会投资，因为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利可图的嘛。所以说，那它只要技术一旦确立起来以后，然后呢就是扩张的问题嘛。那资金一来，它那个厂就很快就建了。然后再加上南卡州的州长是很配合这个事情了，就是包括他为什么8个星期就把他这个审批都通过了，就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关系到美国安全。对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说，就南卡州本身来说也会配合它，就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扩建会变得更加顺利，就减少这种限制和减少这个监管的这部分。从法律上和资金上都会来配合这个厂，所以我觉得这个厂的扩建或者说它的产能的提高应该是很快的。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他说这个地方它以前就是一块那个农田，是豆农，是种大豆的种大豆的就种大豆的，你看8个星期就批了以后，马上这个厂就建起来了。而且它很重要的说，在这个建厂的过程之中
他说这个用了800个工人，就这也解决南卡州的这个经济问题啊，这个失业问题啊，就业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你800个这个建筑工人去建这个厂，建完了以后，那你现在要扩大到这个6到10倍那么大，那你要肯定这个建筑工人要不断的增加呀，要增加，对不对？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工厂里面的工人啊，就是在这个加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以前呢都是失业了的，为什么失业呢？是这个 Caterpillar， 他们从 Caterpillar 被这个裁员了。Caterpillar 是什么 ？Caterpillar 是几乎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制造建筑机械的那么一家公司，对吧？你看中国那边，所以说你看那个 Caterpillar 你的股票他当时那个中国的那个房地产一崩盘的时候 ，Caterpillar 马上在这边那个股票就直线下降。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的这些美国经济对于中国的那个依赖，对那个房地产的依赖，你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他们很多都失业了，现在都转到这个工厂了，转到这个工厂稀土，而且这个稀土要扩大6到10倍啊！那个我看那贝森特拿了那个电池，就是说这是 real job，就是高薪工作啊！就他这个工作，因为他说拜登时期呢，他也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主要是一些政府工作机会。这个东西是由美国的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这种真正的工作，而且是高薪工作。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有了高薪。你就不怕这个通胀了嘛，对不对？你解决通胀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生活成本的问题。你生活成本有2方面，一方面是价格升高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的收入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有高薪工作，你就解决了这个 affordability 的问题，就是生活成本的问题啊。所以说我看了以后就怪不得啊！你想一想，就是10月份中共习近平开始对这个全球进行稀土控制的时候，当时川普就说一下子就说我跟你加100%的关税，对，他底气从哪来？有没有想过？对啊，他底气从哪来呀？就是那时候川普已经在做准备了嘛，只是说一直就是因为这个需要时间嘛，所以说为什么说推迟1年？就是我觉得他们协议推迟1年也是说争取时间，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1年当中，他已经准备就绪了。那等到你再过1年以后，也许可能就没办法拿这个牌用了。所以说这，当然美国是因为有其他的牌可以跟中共对。对不对？你包括科技的那个制裁等等，所以这个呢，中共还是到最后还是软下来了。就是说，因为中共还是有许多需要依赖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部分，所以说美国用这个东西给你可以换一下嘛，对不对？但是就这1年的时间，对不对？1年的时间的话，美国如果准备就绪的话，或者是世界都准备，其他国家都准备就绪的话，那么中共的这张牌也就慢慢就没什么太大的。所以说这个这一次你看就是1个多星期前，这个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中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在稀土上，他对全球进行管控，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讲了这么多，我们今天休息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是这个季节变化的时节呢，就是身体需要保养，所以说我就向大家呢想推荐这个普瑞堂的这个玄宝黑参产品。就是玄宝黑参呢是采用了这个韩国的这个6年参，然后呢它经过用古法呢，经过用9蒸9铺的方式呢精心制作而成的。那么它实际上来说，就是为啥有9蒸9铺呢？就是要让这个人参的这个精华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而且呢它的口感呢更加扎实啊。然后这个呢实际上来说它有2种产品了，一种呢就是这个口服液。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一根一根的这种真空包装，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一根一根的真空包装，所以说这2种呢，就是用哪种都好，然后只是呢口感上来说，这个它用料比较扎实，所以有点苦。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喝过那个美国的花旗参啊，它也是这样，包装差不多啊，颜色不一样，红色的，但你喝的那是甜的，对，那个花旗参喝的甜的，就是什么意思？加了糖嘛，对吧？但是很多人这个年纪大了，他血糖有点高，平时控制血糖就有问题，所以你喝那花旗参你就不如喝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原汁原味，它不加糖，所以不加糖，虽然口感没有这个不那么好喝，有点像中药的感觉，但是这不重要，对不对？对于身体更重要，对吧？你不加糖，你原汁原味，所以说其实呢，对身体是更好的。对，实际上韩国其他的这个人参产品也很多，它的口味呢也是有点偏甜的，就是我也喝过，就是有点甜甜的这种，它是为了让你比较好喝嘛。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更加的用料扎实不说，而且是原汁原味，让你更容易吸收，而且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一起享受，然后呢，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那么特别是对于那些压力大呀、失眠的这个，还有像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啊等等，都有很好的作用。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CQ888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运费的优惠。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不是总加速师嘛，大家都这么讲，因为他这么一弄，他就是为什么就让西方整个就都精神起来了嘛，对不对？醒来了，对啊，原来还有点觉得那个哪个便宜去哪个我去买你的，对不对？没有觉得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嘛，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那等现在发现，哇，你原来你野心这么大，对不对？那最后那也不是说西方他就是那么就无能的，也不是说西方就那么无能，对不对？对啊，这次川普去这个亚太峰会，你看，首先第一站是去马来西亚，对吧？你马来西亚给了他那么多好处，关税上，对吧？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稀土，对吧？完了以后，所以你所有的这些稀土的这个来源啊，当然还有在这个美国国内，它很多稀土矿又重新现在开始又重新开始开发，对吧？所以稀土的来源，它现在在逐步的去解决一个全球的布局，还有澳大利亚，对吧？但那现在这个加工就变成了一个瓶颈，对吧？所以那你现在这个瓶颈又突破了，所以说中共的这个稀土基本上时间不用太长啊，现在已经破局了，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个1年以后中共再要在稀土上去卡西方的脖子，那几乎已经不可能。对，所以说这个有点短视啊，就对他来讲，就是说，因为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点太急于这个就是逞强了，实际上来说，但这种逞强的话，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他开始讲东升西降之后，100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之后，你就发现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了。就是说，因为你一露出这个，因为你不具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实力的时候，但同时你又想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真的强者的时候，反而呢就是你就是被别人戳破了这个，就别人一警觉了以后，发现一对你实施这个真的制裁了，或者说双方一拉开距离的时候，就发现你的真实的实力在哪里了，对不对？除了稀土以外，现在大家都在加紧的这个研发这个稀土的替代产品嘛，包括美国的这个前一阵子说那个氮化铁，对，实际上来说，这个呢也是面临着就是扩展的问题，以及它的再进一步提高它的磁性的问题。但这个我觉得就是时间和资金都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随着稀土的这个加工，美国能够达到能够做出来的之后，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稀土的替代产品的这种加工。所以它这个基本上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么因为毕竟你稀土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稀土的替代产品的话，那么也就是在这个矿物加工和就是开采的这个问题上，因为一直有环保的问题，所以说大家总是对这个有所就是保留，或者西方社会总是对这个有一些看法。那么如果说能找到一个替代产品的话，那么也就彻底就不需要这个开采这种东西了，而且在这个就避免了这个环境的污染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过程，美国它都是在这个特别西方社会，它都是在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的在走。那么只要对于因为什么？它属于这个资本主义嘛，就是说它如果没有商机，没有钱赚，那么资本对这个也就没有兴趣。所以说这个你技术你再好，它也没法用。那等到现在如果说发现它这个有机会了的时候，当这个所有的资金和这个技术都投进去的时候，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就会很快就火起来了。这个邓小平1992年是讲这个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对吧？这转了一大圈回来，这做了一个福星大梦，福星大梦到最后，如果是这个稀土被替代了以后，转了一大圈回来，又是中东有石油，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想想，马斯克那时候就是在讲嘛，就是5年之内，就2030年，那就是特斯拉就不需要稀土了，那就可想而知，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了，随着科技的发展，替代稀土的这种产品很快就会出来。因为毕竟那个稀土它有各种的问题，那也不是说它绝对的就一定好用，因为它这整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包括最后的那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它都有它的复杂性。那么如果说能找到一个更容易建造，然后呢性能更好，更耐高温，因为实际上来说。特别是在军事用途上，它是需要比较耐高温的磁铁，就是因为磁铁一般来说随着温度的升高以后，它的磁性会慢慢的削弱，或者说快速的削弱。那么只有达到在耐高温的情况下，这种磁铁的话，如果有其他的物质能够替换它的话，
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个性能会更加提升，特别是在高温情况下。不，它这个氮化铁现在已经是解决了高温问题，对新的技术，只不过就是说是它可能有一些生产工艺的问题，对还没有完全解决。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提高它的密度，就是让它的磁性更强，就是磁性密度更强。这个呢也是一个加工和这个就是研发的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就是这很显然，就稀土呢已经不是一个未来的，就是可能中共的话，它可能是拿不了那个东西来去那个限制或者是卡那个西方的脖子了。我想的话，再过个3-5年，大家回头来看，这个稀土除了让习近平怎么做了一场这个福星大梦啊，中共福星大梦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南柯一梦。而且你知道，中国在这个大力发展稀土的同时呢，实际上来说对环境的破坏极其严重，像内蒙古啊等等，那整个的草原就彻底的就完全毁掉了。所以说，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是一种非常野蛮的方式去开发稀土，然后呢，它所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都是极其对，非常的粗暴。然后呢，而且呢，就是它是以这个巨大的这个环境的代价来换来的。而实际上最后呢，稀土又变得很便宜了。如果说真的最后就是你那个稀土又不值钱的时候，那你就是个土嘛，就变成了真的就变成土了。那个时候，曾经中国就是曾经有段时间就是它物价就是稀土很贵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各个省啊都去搞稀土，然后呢，最后弄得到处都被挖的那个一塌糊涂。然后等到稀土价格一暴跌的时候，那它又所有的东西全都是荒废在那里。所以我想，中国这种完全没有这种一个概念上，就是他不想跟你一个共存，他想把它当做一个武器的时候当然这个武器如果说而且这个武器呢又不是你独有的一个东西的，它只是说通过价格把表面上来说好像它垄断了，它是因为通过价格压低价格的方式嘛。但是如果说你一旦有这个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那其他国家也照样能做的，也不是说只有你能做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来说，第一个时间差，他那个时间差没有掌握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没有想到是自己是个，就像美国限制，如果说限制中国的这个特殊软件的使用的话，那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那这是人真的核心的那个技术在哪，核心的东西在哪里，对不对？如果说美国不卖给中国航空发动机的话，中国的所有飞机都会停飞的，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唯一的技术嘛，对不对？你中国的稀土的话，你是唯一的吗？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就是小人得志，黄粱一梦。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您对稀土的问题有哪些高见？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也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